前线打不动，后方被点燃。俄乌战争第1422天全解析，从雷达到油轮，俄乌博弈全面加难。莫斯科防空阵地被端，乌军地面部队窝到首都门口，800人死刑急刹车，伊朗局势真的降温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1月15日，俄乌战争第1422天。一句话总结今天的战况：前线在僵持，后方在燃烧。先看乌克兰方面的数据，乌军总参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伤亡约1150人。反炮兵作战中，乌军一天内摧毁俄军84门重型火炮。与此同时，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部队再次进入俄罗斯边境区域活动，规模不大，但信号非常明确。空中战斗依旧是重点。1月15日，俄军向乌克兰多地发射82架无人机，乌军击落其中61架，但仍有13处地点遭到撞击。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反击，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克里米亚以及乌东被占据的多个目标。几处关键打击直接点名，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乌军无人机击中了涅温诺梅斯克氮肥厂，现场起火，火势明显。在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一座变电站被击中，全城一度停电，损失仍在统计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正在系统性清除俄军防空网。过去48小时，在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乌军摧毁了6套俄军防空和雷达系统，包括 Tor、Buk、Strela-10以及一部 Vicious 50N6E 雷达，最远打击距离已经达到前线160公里。使用的无人机携带10公斤以上的弹头，这说明什么？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不只是骚扰，而是在做准战略打击。简单说一句，俄罗斯的后方越来越不安全了。再来看地面战场，苏梅方向，俄军进攻失败，未能推进。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最激烈，俄军试图向格里申罗登斯克推进，但没有突破。乌军仍控制着波克罗夫斯克北部以及米尔诺赫拉德的大部分城区。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乌军特种部队开始专门猎杀俄军无人机机组。乌军称，一天内消灭39个无人机小组，击毁45架无人机，并击退俄军57次进攻。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俄军以小规模部队多点渗透，试图从南侧撬开缺口，并同时向多个方向展开试探，但均被乌军及时发现并拦截。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对胡利亚伊波列以及扎波罗热西部发动进攻，攻势受阻，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库皮扬斯克，俄军持续受挫，乌军完全控制库皮扬斯克市内，俄军在此方向惨败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再次沦为战场，乌军使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俄军沿岸后勤据点。现场画面显示，火光冲天，爆炸持续，大量物资被毁。为什么这里振膜重要？因为克里米亚是俄军南线的后勤心脏，弹药、燃料、补给都要从这里往前线送。而这一次，乌军锁定的正是一个关键集结点。整个过程非常教科书。无人机先锁定目标，海马斯快速齐射，打完立刻撤。乌军随后确认2座弹药库、4个燃料储罐被命中，损毁物资超过100吨。别尔哥罗德方向乌军同样出手。1月14日前后，乌克兰空军出动升级后的米格29，投掷的是 AISM 铁锤制导炸弹。此外，俄军一处临时指挥所被直接摧毁，整栋建筑夷为平地。黑海方向战火也莫停，乌克兰连续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4艘油轮，包括德尔塔和谐号、马蒂尔达号、弗洛伊德号、德尔塔至尊号。多段视频显示，油轮起火伴随爆炸。俄方承认遇袭，但否认重大损失。最后说制裁层面，欧盟计划在2月24日前推出对俄罗斯的第20轮制裁，重点很明确：石油、天然气、
影子舰队化肥出口。还有一个细节，奢侈品出口禁令。综合来看，2025年的战争已经不仅在前线，它正在发生在港口、油库、电网、工厂、补给线。这是一场消耗体系的战争。1月中旬，围绕俄乌战争的博弈正在明显升级，而且这种升级已经不再局限于前线阵地，而是同步发生在防空体系、资金链、能源航道和国内财政多个层面。我们从军事支援说起。1月14日，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移交一套由 Indra 公司制造的 Lanza LTR-25 远程预警雷达。这并不是一套普通雷达，而是一款机动式3坐标雷达系统，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既能探测和跟踪战斗机，也能有效发现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这套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超过450公里，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或卡车快速部署，并且能够直接接入北约防空网络。这意味着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正在从被动拦截逐步转向提前预警加体系协同。紧接着是资金层面的重大动作。同样是在1月14日，欧盟正式批准了一项规模空前的援乌计划，900亿欧元贷款，其中600亿欧元用于军事支持，300亿欧元用于经济援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明确强调，欧盟依然保留使用被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的权利。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进一步说明，这笔钱主要用于采购乌克兰、欧盟以及欧洲经济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的装备。但他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重要空间，如果某些武器无法在欧洲体系内获得，可以向第三国采购。按照评估，预留用于采购美国武器的资金大约在150亿欧元左右。一句话总结就是，乌克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缺钱，也不缺武器。有分析称，这笔资金足以支撑乌克兰再打2年。问题自然反过来落在俄罗斯身上，俄罗斯的经济能撑多久？答案很快就体现在能源战线上。1月12日，英国政府公开表态，依据2018年制裁与反洗钱法，伦敦有权拦截并扣押俄罗斯的影子船队油轮。目前，英国已经对500多艘影子船队油轮实施制裁，其中约200艘已经实际停航。更关键的是，新的机制允许英国方面对这些油轮进行登船检查。英国国防部的态度非常直接，威慑、扰乱乃至摧毁俄罗斯影子船队是优先事项之一。而事情还在继续升级。1月14日，《泰晤士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称，英国不仅在考虑扣押油轮，甚至正在研究出售没收的俄罗斯石油，并将所得资金用于援助乌克兰。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法律可行性，目的只有一个：一边削减俄罗斯预算，一边为乌克兰输血。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最快在未来几天内将有2艘油轮途经英吉利海峡，他们可能成为首批目标。与此同时，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已经不再局限于防御体系。每日邮报披露，伦敦正在协助基辅研发一款新型弹道导弹，代号夜幕降临。已知参数包括射程超过500公里，弹头重量约200公斤，并且具备密集齐射能力。英国国防部已经为前3枚导弹测试提供了900万英镑，后续还将追加资金。这一项目的背景非常明确，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城市进行大规模空袭，伦敦的态度是必须具备反制能力。在军事和制裁双重压力下，俄罗斯的经济指标正在快速恶化。受制裁影响，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价格5年来首次跌破每桶40美元。2024年12月的平均价格为 39.18 美元，环比下降 13%， 同比下降 41%。与此同时，乌拉尔原油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已经扩大到每桶26至28美元，创下历史纪录。而俄罗斯2026年财政预算是按照每桶59美元制定的，这意味着财政缺口已经是结构性的。更雪上加霜的是，即便价格不断下跌，俄罗斯的石油也越来越难卖出去。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石油已高达3000万桶。就在这种背景下，1月14日，一艘名为罗纳号的货船在里海沉没。
这艘船长期在伊朗与俄罗斯之间往返，负责向俄方运输武器弹药。仅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期间，就至少完成了20趟运输任务。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触礁，但一条跑了几百趟的固定航线突然触礁，外界自然充满疑问。而压力也正在向俄罗斯国内传导。乌克兰对外情报局披露，俄罗斯联邦7个地区正在推动所谓的人民债券计划，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尽管官方说法是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但实质上是为了应对地方债务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试点地区几乎全部集中在远东，对中央财政高度依赖的地区。综合来看，2025年的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只是炮火对轰，它正在同时发生在雷达屏幕、银行账本、油轮航道、能源价格和地方财政。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体系消耗战，而真正考验各方承受力的阶段才刚刚开始。这一夜，莫斯科的宁静被彻底撕碎，几乎没人想到，这场已经持续了近4年的俄乌战争会突然上演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在远程空袭之外，乌克兰的地面武装竟然真的摸到了俄罗斯首都附近，而且这并不是象征性的骚扰，而是一场有明确目标、有完整策划的行动，直奔俄军最引以为傲的防空阵地而去。根据开源情报技术等频道披露，当地时间1月11日前后，乌克兰游击武装 H 成功渗透至莫斯科地区，对一处隶属于俄罗斯第5防空师的防空阵地发动突袭。行动过程中，不仅摧毁了阵地关键设施，还点燃并烧毁了一座通信塔。随后流出的视频与照片显示，阵地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在完成拍摄取证后 ，H 小组迅速撤离，全员安全脱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俄方相关频道第一时间否认，俄罗斯官方至今也未做正面回应。但这种否认在这场战争中早已司空见惯，很多时候越是否认，越说明问题严重。而更关键的是，这极可能是 H 首次成功渗透至莫斯科周边地区。此前西方情报机构早已判断，莫斯科将成为乌克兰2026年的重点行动目标。如今2026年刚刚开始，基辅就用这样一场突袭，给克里姆林宫送上了一份极其刺眼的新年见面礼。必须明确一点，一个国家首都周边的防空阵地被敌方地面武装成功渗透并摧毁，即便放在整个现代战争史中，都是极其罕见、极具羞辱性的事件。尤其是对一个长期自诩世界第2军事强国，不断对外宣称 S-400 防空系统无敌、国土防御密不透风的俄罗斯而言，这已经不只是防空系统失效，而是战略威慑本身的破产。讽刺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罗斯国防部依旧在发布例行的胜利战报，宣称过去24小时击毙击伤乌军220人，摧毁19辆装甲车辆。但现实战场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图景。在前线，乌军已在库尔斯克方向持续活动2个多星期，先用海马斯摧毁关键桥梁，再用精确制导炸弹切断布给线，而现在战火直接被带到了莫斯科周边。这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套高度成熟、体系化的作战逻辑。前线牵制，敌后破袭，直插心脏，制造心理震荡。与此同时，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为了维持极其缓慢的推进，每天伤亡高达700到800人。曾被视为核心战力的营级战术群早已拆散，如今只能依靠4到8人的微型突击小组，像变形虫一样在乌军防线中艰难蠕动。更尴尬的是，卫星影像显示，俄军甚至开始把封存多年的 T-62 乃至 T-55拉出仓库，当作移动火炮使用。这不是现代战争，而是赤裸裸的去现代化倒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地面武装能够渗透到莫斯科附近，并非偶然。当俄军把有限的精锐力量全部压在前线，用士兵的生命一寸一寸换取土地时，却忽略了一个致命问题：自家的后院围墙已经塌了。而乌克兰正是精准抓住了这一弱点。你要打消耗战，我就跟你打游击战；你在前线耗兵，我就在敌后捅软肋。当然，乌克兰敢打到这一步，也离不开西方持续加码的支持。美国近期曝光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黑胡子 GL 射程可达1000公里，
具备制导能力，并可打击移动目标。理论上还能适配海马斯系统，尽管尚未正式提供给乌克兰，但现实是乌军早已多次使用海马斯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而这曾被莫斯科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红线早已不存在。与此同时，射程约900公里的 AGM-158 贾斯姆隐身巡航导弹也已被纳入对乌援助讨论。一旦 F-16挂载贾斯姆投入实战，莫斯科将彻底暴露在乌军打击半径之内。从库尔斯克到莫斯科，直线距离不过500公里。因此，这次袭击的意义远不只是烧毁一处防空阵地，它至少向外界释放了3个清晰信号：俄罗斯本土防御发现严重漏洞，乌克兰特种与游击作战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而战争的天平正在悄然倾斜。当一个侵略者被迫在自己首都外围设防，就意味着他已经从进攻转入恐惧。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很可能只是开始。今天是一座通信塔，明天是一个弹药库，后天目标只会更近。如果俄罗斯回防莫斯科，前线将更加空虚；如果不回防，首都将持续承压。这正是现代版的围魏救赵。历史的讽刺在于，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莫能拿下的莫斯科，如今却被几十人的乌克兰游击小队摸到了家门口。而真正的冲击不在军事，而在心理。当俄罗斯民众意识到战争已经来到自己身边，防空阵地说没就没，胜利神话开始崩塌的那一刻，这场战争的走向或许已经悄然改变。2026年1月15日，伊朗全国性抗议进入第19天，局势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表面上看，紧张程度似乎有所缓和，但实际上更像是一脚被迫踩下的急刹车。白宫最新披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之后，伊朗方面已经叫停了原本计划执行的大约800起死刑处决，这些人被指与近期的抗议活动有关。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得非常直接，特朗普已经明确告诉伊朗，如果继续杀人，后果将非常严重。随后，美方收到了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表示处决行动和相关杀戮将被停止。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伊朗突然心软，而是在强大外部压力之下被迫紧急踩刹车。白宫方面进一步强调，这800起处决原本计划在前一天执行，是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直接施压之后才被紧急取消。尽管伊朗官方此前并未公开宣布过这样一项大规模处决计划，但美方坚称掌握了明确情报。结合近期伊朗国内的抗议规模和安全部门的高压手段，外界普遍担忧，伊朗当局可能会通过大规模处决来震慑社会。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放话，如果伊朗开始大规模杀人，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现在白宫的说法等于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伊朗方面听懂了这层威胁，也暂时选择了退一步，但这并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白宫同时警告，美国仍在密切监控局势，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在华盛顿的政治语言中，这通常意味着军事、制裁以及其他强制手段统统没有被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相关消息公布前不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通话。白宫确认双方确实有过沟通，但拒绝透露具体内容。外界普遍猜测，话题很可能涉及是否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稿，宣布对伊朗政权实施新一轮制裁，并公开声援勇敢的伊朗人民。新闻稿中特别提到，美国已将臭名昭著的法尔迪斯监狱列入制裁名单。这座监狱曾被指对女性囚犯实施残酷、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虐待。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也对多名伊朗武警和安全系统高层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并将18名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这些网络涉嫌洗钱，并挪用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销售所得。伊朗外长在前一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处决抗议者。而在1月15日，伊朗官方媒体又报道称，司法部门否认了一起备受关注的死刑案件，在中北部卡拉杰市抗议活动中被捕的26岁男子索尔坦尼并未被判处死刑。
伊朗司法部门表示，他目前被关押在卡拉杰中央监狱，面临的指控是集会结社、危害国家内部安全以及对体制进行敌对宣传。如果罪名成立，依法只会被判处监禁，死刑并不适用于此类罪名。设在挪威的库尔德族人权组织亨加则援引其亲属的说法称，之前通知的处决命令已经被推迟，而该组织此前曾指出，索尔坦尼在被捕后仅用2天就被判处死刑，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不断释放更强硬的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1月14日晚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伊朗领导层正在加速将资金转移出境。他形容这一现象为老鼠正在逃离这艘船。贝森特表示，一些伊朗高层正在通过电汇或其他方式将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转移到海外，资金正在流入世界各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而美国财政部的任务就是追踪这些资金流向。几乎同一时间，路透社报道称，美军正在将一个航母打击群从南海调往中东，整个调动过程预计需要1周时间。外界普遍判断，这很可能是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伊拉克第2大城市巴士拉南部的居民甚至声称，在夜间看到了战斗机活动，而该地区距离伊朗边境并不远。此外，以色列方面的监测频道也表示，伊朗的俄制米格29战机已经升空巡逻，但是否与美军战机发生接触，目前仍不得而知。与此同时，还有消息称，美军部分人员正从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撤离，出动了6架 KC-135R 空中加油机。乌代德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军事设施之一，驻扎着约1万名士兵。在此前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期间，该基地曾遭到导弹袭击，而当时就有情报指出，伊朗在发动攻击前曾秘密通知白宫，为美军撤离争取时间。综合来看，伊朗外交、军事和金融层面的博弈正在同步展开，局势表面降温，但暗流依旧汹涌。接下来任何一个变数都可能让中东局势再次急转直下。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